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，也就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，哪一个才是未来的趋势？那么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不是混合现实？混合现实不是现在的趋势吗？刚刚推出的 Apple Vision Pro 也是主打混合现实啊。那么你就要把视频看完。我相信很多人还对混合现实这个概念非常的模糊，后面我会告诉你混合现实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它和 AR 和 VR 又有怎样的关系呢？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请们帮我一个小忙，请帮我点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那个小铃铛记得要打开哦，这样子你们接下来才不会错过我更加精彩的视频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开始吧。1968年，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Ivan Sutherland 在他自己和他学生的帮助下，创建了第一个用于沉浸式模拟应用的头戴式显示系统，称为 The Sword of Damocles。它在用户界面和视觉真实方面都非常原始，而且用户佩戴的头戴式设备非常的重，以至于必须悬挂在天花板上。从技术上来讲，由于是光学穿透，所以那个设备是一种增强现实的设备。接着，在1974年 ，Myron Kruger 他是一名计算机研究员兼艺术家，他呢在康涅狄格大学建立了一个名为 Video Place 的实验室，完全致力于人工现实。在这些墙壁内，投影和摄像技术被用来在荧幕上发出轮廓，然后将用户包围在其中，以进行互动体验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段视频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早期的这个 Video Place 呢 ，Kruger 他能够通过那个虚拟键盘，用手指去触碰每一个字母，然后再将它们一个一个打出来。除了打字，他能在这个虚拟空间上面画画，然后用手指头来控制那个物体的大小，而且最后我们还能看到，它能够和那个物体有互动。这些技术呢，在70年代就已经被做出来了。在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呢，美国陆陆续续有很多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人工现实，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了。早期的人工现实研究呢，都是比较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。至于虚拟现实技术呢，它是在80年代末才被 VPL Research 的创办人 Jaron Lanier 创造出来。早期人类不懂得区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，所以都把它们称为人工现实。直到90年代，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才被区分出来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如果你们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增强现实，什么是虚拟现实，那么这里我就来跟你们做一个小小的科普。我们的世界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现实世界，一种是数字世界。那么比较倾向于现实世界的人工现实呢，我们称它为 AR， 也就是增强现实；而比较倾向于数字世界的呢，我们就称它为 VR， 虚拟现实。AR 呢，就是在你现实世界的基础场景上，再添加一些虚拟元素。我举个例子 ，Pokemon Go。Pokemon Go 就是你用你手机后面的那个摄像头拍摄我们现实世界的场景，然后在这个 Pokemon Go 的 APP 里面呢，它就会生成虚拟的宝可梦，与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，就给了你那种真实世界和虚拟物体的那种交互体验。而 VR 呢，它就和 AR 不一样，因为它不需要现实世界的基础场景来做辅助。当你进入虚拟现实呢，你整个人就是沉浸于那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中。目前比较著名的 AR 头戴式设备呢，就是 Microsoft HoloLens 2。而 VR 头戴式设备呢，就是 Meta Quest Pro。然后这个 AR 和 VR 的交汇点呢，我们也称作混合现实，也就是 MR。很多人呢都对 MR 这个概念呢非常的模糊，多数人都认为呢 MR 就是 AR 加 VR。可是这个观点呢，并不完全是正确的。你们可以看看这张图，这张图它给 MR 的含义呢，就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呢，加入了虚拟元素，而我们就能和这些虚拟元素有互动。这个不就是 AR 吗？没错 ，MR 在概念上呢，它和 AR 非常接近。它和 AR 的不同点是 ，MR 能够和虚拟元素互动，相反的 ，AR 只是把虚拟元素投射在我们现实世界，我们是无法跟它互动的。至于 VR 呢，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因为 VR 是能让你直接沉浸于虚拟世界中，然后和现实世界是完全隔离的。不过 AR 和 VR 呢，在最终层面上都是能够实现 MR 的。我们先来看看 VR。
VR 在 MR 领域的应用呢是混合现实录制，相信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常常看到，也就是真人和 VR 游戏的画面结合在一起，通过真实与虚拟的交互对比，形成强烈的观感体验。至于 AR 呢，它就是以眼镜端的 Microsoft HoloLens 以及手机端的苹果 ARKit 为代表，通过环境追踪摄像头，再结合了 SLAM， 也就是同步定位和测绘，让虚拟的内容在真实世界中进行叠加，最终形成虚实结合的效果。不过讽刺的是 ，VR 和 AR 根本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MR。VR 游戏的混合现实录制，其实是通过一个外部摄像头录制的真实画面，然后再用电脑、手机等设备提供运算，对场景中的人物进行抠图，最后实现 MR 的效果。而 AR 更不用说了，目前 AR 设备的软硬件呢，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MR。Microsoft 自称 HoloLens 是 MR 眼镜，不过它大部分展示出来的都是 AR 效果。AR 技术要实现 MR 的第一个关键，就是虚拟画面和真实人物的前后遮挡问题。这对于 AI 运算和光学显示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目前地表最强 AR 眼镜 HoloLens 2，以它的硬件配置，也拿这一点没有办法。看到这里呢，我相信大家也对 AR、VR 和 MR 已经有更加深刻的了解。那么回到这期视频中的核心问题 ，AR 和 VR 到底谁才是未来趋势？或者我换个说法 ，AR 和 VR 到底谁先能引爆 MR， 成为未来的趋势？一定有人会说 ，AR、VR 一起做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分出来那么麻烦？我们先认清一个事实 ，AR 和 VR 的使命自从被开发以来，已经是截然不同的。AR 的使命是让我们能够更加贴近现实，所以 AR 眼镜最大的优势就是轻便好用，更贴近日常。相反的 ，VR 的使命是要让我们脱离现实，最终目标就可能像《黑客帝国》还是《刀剑神域》那样，沉浸式的投入在虚拟世界中。VR 的头戴式设备是笨重的，基本上穿出门是非常的不方便。现在人类试图把 AR 和 VR 融合为一体，不过这样做的话，只会适得其反。VR 和 AR 除了使命不同，在软硬件的方面和 SLAM 的技术上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，所以硬要把两者融为一体，就会导致 AR 和 VR 都无法做到极致，那么这条路就注定不能走远。至于这个视频的核心问题呢，也是非常的主观，这个要取决于下一代人类未来的走向。如果倾向于更贴近现实 ，AR 的发展前景更为乐观；如果倾向于数字世界，那么 VR 发展的前景就更好了。依我看来，在未来的3到5年内 ，VR 比较有机会引爆 MR。毕竟目前 VR 设备生成的虚拟元素质量远比 AR 眼镜来得还要好，人类也比较倾向于 VR 那种沉浸式的体验。AR 要实现真正的 MR， 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不过在更遥远的未来 ，AR 或许才是真正能主导世界的人工现实技术。毕竟人类再怎样倾向于虚拟现实，内心深处依然是向往现实世界的。AR 的发展将会影响各行各业，特别是医疗、建筑和教育行业。AR 若能够引爆 MR， 人类在科技上的突破将会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个人的观点是 ，VR 技术现阶段的发展将会碾压 AR， 不过未来 AR 会比 VR 更有潜力，成为未来趋势。那么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你们比较倾向于穿着一副轻便的眼镜，然后导航器和信息直接在你的眼镜中显示，你上课时那个虚拟物体能直接显示在你眼前，学习也更加方便？还是你比较倾向于躺在休眠舱里面，睁开眼睛醒来，然后就这样沉浸在黑客帝国的虚拟世界呢？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哦。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，丁丁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。我每个星期都会上传视频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还有那个小铃铛，记得要打开哦。好，我们下部视频见，拜。